让你头痛的小孩，身体的病痛，甚至是那些伤害你的恶人，其实他们都是你的高我派来的练习假人。你根本不需要透过受苦来修行，你本来就是一道光，只要不认同这个受害者的角色，痛就伤不到你。今天我们一起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坐下来放轻松。精彩正片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讲的是不是人的第5集，我们总共要讲7集嘛，今天是第5堂，然后那个题目是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你只是在回放录音档。我们其实这7堂课的目的就是要跳脱出我们现在的一个被角色定着的这个框架。那如果能够跳脱那个角色定着的框架，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去完成或者去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体验的现实的一个样态。所以这7堂课主要不是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也不是来让我们变得更好，它其实只是把我们还原到我们最真实的样态。我们其实没有要去追求更好，也没有要去改变现行的样态，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了我们最真正的本质，就是那个究极无限美好的样态。所以我们要从角色的观点再回去观察观看的位置，这才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所以你的人生已经结束，我们只是在回放录音档，它并不是宿命的概念，也不是消极，他知道自己只是在看这个播放回放，我们就不会再入戏，也不会再被这个剧情所伤到，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自由。所以要将这个角色定位去做一个调整。那什么叫做我们的人生已经结束？有些人听到这个话可能会有点惊讶，就已经要放弃人生的概念吗？其实并不是，它只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的剧情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体验的这个样态跟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体验，已经体验过数都数不清的次数。我们成为人类这个肉身体已经很多次，即便不是人类的肉身体，我们在任何的形体的样态也不断的重复相同的剧情跟故事，除非我们能够真的从那个角色的定位回到我们是观看者或者是觉察者，才会跳脱出这个剧情的控制。所以不一定是人类体，也许我们可能经历过很多次外星人的样态，可是我们还是会发生很多被剧情所困的这个现象。所以并不单单是我们这一世或者是现在这个样态。那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每一天，大多数都是回放既定的某些的反应、习惯、恐惧、惯性、情绪或者是故事。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创造人生，我们是在重播人生。我们并不是被事件伤害，我们是在看到旧的录音档，然后再不断的回放再回放。所以痛苦它并非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把自己回放的这个事件当成了现场直播，就是 live 的概念，好像它是一个实际真实的样态，现实的样态。实际上并不是，它只是一个重播档而已。那为什么会讲回放呢？我们其实一直在重播我们的人生剧情。我们可以想一下，常常的发生相同的情节，比如说我们总是遇到不好的伴侣，或者是恋情最终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所以你可能练习很多遍，然后遇到不同的人，但是都是相同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我们要成功的时候总是会功亏一篑，就是你可能做了很多努力，好像要成功了，但是都是在最后的临门一脚好像就没办法完成，或者失败了。或者是一生气我们就会说出很愤怒的话，然后说出会让我们自己后悔的话，或者是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被冷落，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被别人拒绝。那这些都是不是新的剧情，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录音档，它一直不断的重播，而且是最常见的重播。所以我们的人生它并不是即时的直播，它只是在播放我们过往累积的这些模式跟记忆，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去体验再体验。那我们也常常因为这些人生的记忆跟重播的模式，然后会被我们录制在我们的人生硬碟里，就是把这些习性习惯模式直接存放到人生硬碟。那这个人生硬碟储存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童年经验，可能我们有听过内在小孩童年的经验或者是早期的创伤或者是文化家庭的这些观念信念信仰，或者是族群意识的这些观点，生存的一些模式，心理的这些惯性，我们从小到大或者是在学校或者是在职场上所接受到这些讯息，
甚至是未完成的情绪等等等，它都会被我们收录在我们的人生的硬碟里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已经结束，我们的剧本早就已经定型，所以它只是一个在重播的概念。为什么要讲这个论述？用这个论述我们比较容易跳脱，就是它只是一个人生播放档重播键，一直不断的重复，就是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即时创造，我们只不过是重复的回放相同的剧情、相同的故事，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人事物身上。那用这种观点我们比较容易跳脱，就是我们从一个随着剧本的角色，然后把它退回到我们是观看这个剧本剧情的观看者，那回到那个观看者才是我们真正的样态。我们前面4堂课都是围绕这些观点，只是用不同的课程的方向去分享而已。那今天就讲就是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人生故事的重复的回放。所以我们并不是影片的本身，我们是观看影片的那个人。你可以把自己定位成这个样子，因为我现在就这样定位。所以影片里的人会哭，但是观看影片的人不一定会伤到。比如说你看 Netflix， 就是有些剧情你可能很感动，或者是有些剧情里面的演这些剧情的人很感动，他可能哭泣了，但是你在观看你可能会有感觉，但是你不会跟他一模一样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剧情里面的人他可能受伤了，或者他可能家破人亡了，那你可能因为你观看这个剧情，如果你入戏了，可能你会有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你不会像那个真正的角色或者那个入戏的角色那样子的承受，因为你知道这是一部戏，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投入。在演那些戏的人会失恋，但是观看这个影片的人，你不会真的觉得你会撕心肺裂，但是你会知道哦，这个剧情失恋了，因为你入戏了，所以你会有这种情绪的小波荡，但是你不会像那个角色里面的人这么的撕心肺裂，你会知道，但是你不会那么的无法自拔。或者是影片的人他可能被否定了，然后他可能一文不值，但是你是观看影片的人，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就变成了垃圾，或是你也变得一文不值，并不会，因为你知道那是一部戏。那我们就是要调整成这种信念，就是把我们现在的人生都看成是一个回放的剧情，然后我们就是观看剧情的那个观看者，这样就好了。那它不会很难，它只是一个信念的转换。所以我们并不是影片，我们是正在观看影片的那个觉察。剧情它也是影片，情绪它是影片，然后事件本身也是影片，那个高低起伏也是影片，然后别人态度也是影片，然后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或是我们感受到的反应，它也是影片。但是我们是那个真正知道正在播放这个影片的人，就是我们是那个观看者或是那个觉察者。你不会随着影片的情绪高低起伏而随着它高低起伏，或许会，但是也不会像那个影片中的那个角色这么的强烈，你可能只会一点点的高低起伏，而且那个高低起伏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人生。就是你看完这个影集或是你看这个影片，你把它关掉之后，你就不会太在意了。你可能会知道有这部影片，你可能会知道它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或是让你觉得情绪被波动的地方，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们就是要练习成这个样态，剧情它会改变，但是你仍然是你，你不会因为剧情的改变，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影片，这个剧情的内容跟剧情的本身跟这个演剧情的角色永远都不会伤到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拉回来，我们是观看者的情况之下，就不会被这个剧情本身所影响。那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观察者、观看者要怎么保持？有几个重点，就是不介入，然后不判断，然后不落入角色。这跟前面4堂课讲的有些雷同，即便这个影片很吵，或这个影片非常的有高低起伏，有非常的洒狗血的这些剧情，也不要跳下去演，就是看着就好了。比如说你的情绪出现了，不管他是情绪好还是有人情绪崩溃，有的人可能愤怒了，那如果那个崩溃或愤怒的感觉出现了，你就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影片，它正在 run 崩溃的感觉，它正在 run 愤怒的感觉，但是它是影片，它不是我。你可以把你自己跟那个角色做分离，就是你要尽量这样想，你可能要跟自己去做这样子的沟通，就是你跟你是这样做对话。我们做疗愈的目的也是要脱离那个角色本身，然后回到那个观察者的现象。但现在都是用那个对话，我觉得比较直接，会比较好。情绪来了，或是你看到那个样态出现了，不用跟着演，也不用跟着去反应，也不用去讨论对跟错，也不用去急着去理解所谓的真相，都不需要。情绪来了就看着它，不要去压抑。然后可能被骂了，就看那个反应，不要急着去回嘴。
或者是你感觉到孤单了，然后你的心里可能会有波动，你不用急着去逃跑或是逃避，都不需要，就是看着那个情绪，看这个孤单的感觉喷发出来，就是看就对了。或者是焦虑来了，你就看着你可能会很焦虑，可能你身体会很紧绷的那种情绪或感觉，也不要压抑，就是让那个情绪出现。当你能够看见情绪出现的那个当下，你就会看见那个观察的你，就是这样子去练习。那你遇到任何的事件，你都跟自己这样对话，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匮乏的事情，什么样的愤怒的事情，或什么样莫可奈何的事情，或者你可能有预划好的事情，它可能没有完成，你可能会很失落。那你就跟你自己讲，它只是我的人生的播放，那我是观看的人，它只是剧情的重复播放，我只是观看这个剧情的人。你就不会再陷进去这种剧情的轮回，就不会再陷进去了。它是一个很快速跳脱的一个模式，就是跟自己对话。你也就跟自己讲，哦，他又在重复播放了。然后我知道我是观看这个剧情的人，我知道，你就不要再进去那个角色中，就不需要。那你就常跟你自己讲，剧情会常常在演，但是我们就是不入戏。就是看，然后不入戏。比如说被批评的时候，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不好啊，或者是我很想反击，我要去证明我不是那个不好的人，或者是我想逃跑，或者是我想要去为自己辩解解释。那观察者会做什么动作？这个批评的样态还是浮现，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批评的样态，批评的播放，正在播放，加上什么呢？我就有的自我否定的回放。你可能会出现其中在扮演角色的人，他在去为那个角色做辩护。我要反击，然后我要去证明自己，我要去说明我并不是那个被批评的那个样态。那如果你真的察觉到了，你就是跟自己讲，这是一个批评的播放，加上我旧的自我否定的回放，它是一个综合体。然后我正在看，而我不是那个角色。如果你当下有这种想法，你就会脱离那个情境，会脱开，就是它就是一个旧的播放模式。然后它是一个旧的自我否定的播放，旧的自我否定的播放并不是说同时你在看跟角色同时出现，并不是，而是说你可能会有那个想法出现，你要为自己辩护，或者你要反击，但是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旧的剧情的播放，当你突然回神，你知道它是一个旧的剧情的播放，你就不会再进入那个角色为自己辩护，因为一辩护一介入，只会让这个现象更加的混淆。不太需要。当这个样态，刚这个能量没有被触及触发，这个戏就演不出来。那我们会经历反复类似的事件，去测试我们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脱离。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成功了，或者是你几次那个练习你都成功了，但是你还是会常常遇到类似这种情境，你就得一直定在那个位置，就回到那个你是观看者的位置。如果我们还是不小心跳进去那个角色中，也不用去责怪自己，因为它就是一个体验。跳进去之后，你就赶快再觉察，再跳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你会因为你每次的觉察，那个次数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情绪其实不是敌人，它只是一个画面，你就会很容易脱离这个情境，或者是人际关系有冲突。可能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或者是觉得很委屈，或者是你的朋友可能因为更高的利益而去背叛你。那个观看者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这只是两个角色，比如说其中一个角色是你，另外一个角色是你的好朋友，但是你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它，它只是两个录影档相互的碰撞，刚好重叠在一起，并不是两个人或两个灵魂要互相的对立，并不是。然后你正在观看这样子的情绪的播放，就这样跟自己讲，你就会跳出去了。它可能需要一些练习，那我现在讲的它可能需要练习，它也是一个信念，也可以不需要那么多的练习，你只要置换这个信念，你就可以做得到了。因为我们在那个角色中，你会常常经历到很多的不如意，真的很长，即便到我现在也是会常常经历所谓的不如意。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不如意是很多的样态它所造成的，我们就会一直去挣扎。什么叫挣扎？这个世界上没有努力这两个字，就是无需努力。所有的努力都是我们自己在剧情中，因为我们扮演了剧情的角色，然后为这个角色去设置了阻力。因为有很多的阻力，所以才需要努力去克服。不管在事业上、在感情上、在人际关系上，还是在什么样的样态上，你需要努力的，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境中入戏了。而这个努力是角色他所创，我们一直重复的扮演角色，所以不同的人事物创造出不同的阻力，我们才会一直觉得需要努力去超越，或是需要努力去追求。
但实际上是没有努力的。你可以把这个信念去做一个调整。没有努力不代表是要两手摊开，什么事都不做，那个是不同的概念。就是没有努力，只是我们因为不再为自己的生命去创造阻力，而不用去做努力的克服，而不是说我两手一摊什么都不做。那其实人生这个状态它已经录好了。比如说我们看 Netflix， 我最近在看《天下长河》，它整个影片是拍40集，因为你知道它拍完了嘛，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从第一集看，然后看到第40集，它就是一个过程。即便你再从头看，你还会因为那个过程的剧情的高低起伏，你还是会有那种情绪的那种波动，那个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它影集或者它是个影片，所以你不会真的去成为那个角色的人，并不会，你就是一个观察者。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人生当成是，它就是一个已经录好的一个回放档，然后你就是尽量的脱开，你是一个观察者，并不是那个角色的本体。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观看、觉察，并不是进入到那个角色本体。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观察者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个剧情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或什么样的益处。这是第一个，就变的是剧情，但不变的是我们观察的样态。我们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剧情，被批评的剧情，你要知道你是观看这个剧情的人。那我们的内心如果不是这样的去设定的，或者不是这样的信念的，你会因为被批评、被拒绝而生气，你会感觉到很伤痛。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都是剧情的角色，不是真正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受伤感。这个很重要，因为被这种情绪所困住。学习疗愈或者是去学习宗教的信仰，都是希望不要被困住。那你就得更超然的去看待现在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把现在的现象的体验都是一个回放的概念，我们再重复看回放。所以事件本身会很痛，但是再怎么痛都痛不到核心。你的核心永远是完整的，因为你只是一个观察者、观看者而已。那这种安全感并不是靠安慰自己，而是认清真相。真相就是这样子，就是世界在变，但是不变的是你还是很安定的那一个。世界怎么样的，剧情怎么样的在高低起伏，你也并不会因为剧情的入戏，你还是观察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不会再做感色性的反应，我们能够更自由的选择。比如说，假设一般人他还没有这种观点，他可能被骂了，他就会反击；他可能被拒绝，他可能就会觉得委屈，或者是他被激怒了，他就会爆炸，或者是他被忽略，他就觉得很失落。这都是被剧情牵着走，就入戏了。那当我们是一个观察者的时候，会看到这只是剧情在播放我以前的反应，你就会停下来。那当我们理解这是剧情反应，你就会真的觉得，我其实可以不用照着以前的反应，重新自由的选择我当下所反映出的样态。其实你当下所选择反应的样态就会更平静，你就不会像类似的反应，就是你可能会攻击，你可能会失落，你可能会暴躁，你就不会了，你就会更平静，因为你知道这只是一个剧情的重播，你看到了你之前的那个反应跟模式，它只在重复在上演而已。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新的反应，而那个新的反应就不会是过激的，也不会是失落的，它是很平静的，你就静静看着它这样子而已。只要这个能量没有波动的事情，就会像这个样态很平静的过去，就不会产生高低起伏波动的那种体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不会再被淹没。当我们开始看到生气，它只是画面动，或者看到悲伤，它只是这个情绪的起伏。只要我们不要跳进去，而你是那个观察者，你就会觉得它只是一个我曾经的体验，但是你并没有入戏，所以你就不会随着你曾经这个过程、曾经的体验而进入这个戏中，然后承载这个情绪就不会了，所以就不会再被情绪淹没，不会再被情绪所绑架。那你就可以让这个情绪自然的流通过。那你内在是稳定的，这很重要。就像最近我在我的工作上，我当然希望我的工作会更顺利，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期待，就是我们可能谈了什么事情跟谁合作了，然后希望他能够更早做决定，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希望放大，或者是一个结果完成，把这个结果认为他已经完成，那你就要观察。在这几天之前，其实是我的期待值让我去驱动的，它已经完成。就是我可能嘴巴或是我心里想的，它已经完成了，好像我可以如如不动的，不用去介入。但实际上我的内在还是会有一些焦虑，或是有一些担心。只是那个焦虑跟担心很微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强烈。但是那种微弱的焦虑，它其实反向去美化、催化了
这个事情已经完成，我把那个期待放在前面了，就是我期待它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相信它完成。所以那个还是被我的情绪所推动而延伸出的产物跟结果，它并不是真的答案。但是这几天就是这几堂课讲完之后更安定，为什么？就是不用去期待，也不用去觉得停滞着就不如你所愿，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反复的那种剧情重复播放，就看着它这样子播出来流过去，播出来流过去，就不要再介入，就是一直回到我是观察的审美人。那因为我不去介入，也不去推波它反而的速度会更加的快速，这是我现在理解的。我们的练习或是我们的模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那个样态。另外就是那个人际的冲突会减少很多，就是不会再被对错所绑架。比如说谁生气了，你看到某个人他生气了，是他的录影档在回放，那你就跟自己讲，哦，这是一个回放档，或者是因为你可能说了什么话他在反面，那你也可以跟你自己说，这是他以前的记忆，这是一个影片，这是你跟他以前的反应，这是一个回放档，他正在回放。或者是他可能对你所说的话产生猜忌、不信任，你也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反应的回放档，或者是你跟他之间曾经发生很多次类似的回放档，他正在回放。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发生这个事件的回放，不管是他还是你，还是你们共同创造的这个回放，那个都不是你的问题，那个都是角色的问题，而你不是那个角色的本体，你是观察者的本体，就这样跟你自己讲嘛。他是对这个角色防卫，而不是你，你就会跳脱出这个情绪的困境。即便吵架好了，也不会有绝对的对跟绝对的错，都不会有答案的，其实是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分出对错的情况下，受伤的还是会自己，程度的高跟低而已。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觉得他就是在回放这种剧情剧本，我不是那个角色，我看这个剧情回放的人，然后你让那个能量流过去，这个事情就不会再起伏出来，因为它不会伤到你，才是你真正的真相。我们如果是那个角色中被这个角色的情绪去戳动嘛，我们自己受伤或自己委屈。但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来，我们只是一个观看者，那你就不会有这个委屈或者受伤的感觉。你没有这种感觉，就不会有后续的事件产生。它可能会有个起因，但是那个起因只是你很多次的回放的其中一幕而已。比如说会遇到相同的人，你常常会被骗，你就会遇到要骗你的人，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很多功亏一篑的现象，或者是你可能会掉到同样的情绪，或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角度去重播而已。所以我们就脱离那个角色的那个概念，就拉出来，我就是一个观看者，我就是一个观察者。那不再强化，不再对抗，不再逃避，就是自然它就不会再重播，就这么简单的。所有的事情都把它解释成它只是一个事件的重播，它可能是你曾经经历过的，它只是从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角度，然后做不同的重播。那你就是做一个动作，我就是观察。所以因为我是观察，所以我不再入戏，然后不再强化这样子的氛围，不再形成对抗，也不再去逃避，它自然就会减少或是不再重播。因为如果每一次的重播都需要我们去入戏才能够继续，每一次的重播是因为我们戏剧中成为角色，它才会不断的继续。但是如果我们不继续，如果我们不入戏，它就没有燃料，它就会脱离这个情境，脱离这个模式。如果我们不再演，剧情就会淡出，不是去修行修炼，也不是去改写什么东西。就像上堂课讲的，你不用改版本了，我们现在可能在最低版本，你可能改到最高版本，最高版本还有最高版本的戏剧，所以你还是跳脱不出那个版本，只不过版本有低变高而已。所以没有去什么修炼修行，也没有去改变，它只是不入戏。不入戏不是不进入角色，不入戏而是回到观察的样态，我成为观看者，它就是一个戏剧，它就是一个重播，然后我不再因为这个重播去进入那个戏剧中当角色，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观看这个重播的这个观看者。只要一直去定在这里，这个的重播的次数就会减少，然后进而消失。如果不掉到剧情里，当观察者就会丰盛吗？我如果不入戏，我是一个观察者，我就会丰盛吗？应该是说，当我们不再掉到剧情的时候，我们会自然的回到本来就是丰盛的状态。当我们回到观察者，我们就会回到那个原本丰盛的样态。所以并不是我们变成观察者而额外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拿掉阻挡我们体验丰盛的幻象。我们只是把丰盛前面放了很多阻挡我们丰盛的经验，只是把那个阻挡的经验脱离，
把那个幻象拿掉，然后进而看见丰盛。就是丰盛前面很多主导都是不同的戏，不同的故事。那我们像不入戏的这些戏剧就会退场，你就会看到丰盛。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入戏，或是我们变成观察者额外的好处，只不过我们拿掉了很多阻挡，然后回到你原本的丰盛。所以丰盛并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丰盛是原本存在的样态。我们会不丰盛是因为我们一直掉进那个剧情，而忘了我们自己是丰盛的本体。一旦我们如果退出那个剧情，回到原来的丰盛的样态，丰盛不单单只是代表有钱，各个方面你都是觉得丰盛的。所以丰盛并不是结果，它是本体，剧情才是阻挡丰盛的那个现象或幻象。那为什么不掉到剧情就会自然丰盛？剧情就是匮乏，所有的匮乏都来自于剧情。比如说我怕不够，或是我怕失去，或者是我怕别人不理解我，或者是我怕我自己没有价值，这些都是故事，这些都是角色的故事，但是它不是你的真相。但是当我们退出这个剧情的时候，这些现象，这些声音全部都会停止下来，你就会回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没有缺。回到平静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缺，你没有缺就是完整，就是你全部都有了，你就不会觉得你缺了。那没有缺就是你本来就都是足够的，你本来都是具足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丰盛。所以丰盛并不是我很多，丰盛是因为我从不缺。从不缺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是一切都圆满具足。那剧情本身会收缩，那只有观察观看它才会打开松脱。就是当我们掉进那个剧情的时候，我们会焦虑，我们会害怕，但是这个很收缩的这个状态下，我们是很难感受到任何丰盛的，因为你都很紧张很焦虑，你很防卫，或者你很想控制，这些都是阻碍你丰盛的，你就很难回到那个观察的样态。因为敞开就是让丰盛流动的这个管道，剧情会把门关闭，观察者会把门打开。那怎么样回到那个观察者，自己调整一个信念，这些都是剧情、故事、情节，但是我不是那个剧情的角色，我是观看这些剧情的看者。所以这不论它怎么样的起伏高低、痛苦、匮乏，它就是一个戏。然后你就不再入戏了，不再跟这个角色起起伏，就不会被这个情绪绑架。它没有很难。那通常我们会什么时候觉得会这样大调整？这个可能也是族群意识。我现在讲的也是一种剧情重播，就是我们可能要到一个很痛苦的环节，才会真的想要去追求或改变。我当初就是这样，就是我到了人生大谷底，我才会去接触疗愈。你寻求一个改变的方法或改变的方向，接触到疗愈，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还没有那么惨的情况下，好像疗愈也不需要，我可能就是一直努力工作。其实不需要这个现象，你就是看着这个样态流过，你就不用因为要改变而去承受更大的伤痛，你才会改变，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们以前在做课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题目或者是很多的体验，就是需要遇到面临什么大困难，能够有什么大转变，那个都是剧本剧情。然后这个剧本剧情我们都曾经反复的经历过很多遍了，然后觉得它可能对我们来是的帮助，所以你会更期待有这种剧情的出现，然后去迫使我们达到更大的美德。挖掘的时候，在挖掘的当下，你可能不同的挖掘有不同的剧情产生。好像有的人不管你看主线还是看前世，他的故事越凄惨，你能够观看到察觉到的美德更多。如果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的模式，你的核心层就会去记忆这个方法，你就会在这个核心层当下遇到更惨的事件在重播。透过这么血淋淋的事件或是这么洒狗血的剧情，你会得到更多的美德吗？或更大的好处吗？你觉得是帮助我们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那你就会创造更大的情境给自己去体验，那个其实很辛苦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剧情推动你才会变成良善的人，或者你才会变成那个光，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光，所以不需要透过这些剧情去推动你，然后才告诉你你是光，不用这样子。只要回到那个观察的身份，你就会知道你是光，不需要透过这些剧情去告诉你你是光。只是我们在还没有清醒之前，都会觉得需要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剧情，很多的情境，去透过这些情境跟剧情去提醒我们是光，其实是不需要的。
不入戏的人就不会去阻挡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所经历的失去、后悔、错过或是破坏，都是我们在入戏的时候造成的。比如说情绪失控，你入戏了，你成为那个情绪失控的角色；或者是自我怀疑，你入戏了，你成为那个得不到你的承认自我怀疑那个感觉、那个角色、那个剧情；或者是过度迎合，比如说你需要讨好，你才会得到被尊重，你又进入到那个角色情境中，所以你才会变这样；或者是你过度逃避。你可能受过伤，或是你可能想要保护自己，所以你就会尽量的逃避，那你就会进入到那个逃避的角色中嘛。或者是你想太多，就是本来没那么复杂，但是因为你可能很多的族群意识的观点，或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可能遇到的同侪学校学的东西，有一句话说，记者就是深信多疑，从怀疑中去找到他们所谓的真相，这也是一种族群意识，或者这也是一种信念，或者是害怕做不出选择，或者是你可能会气到讲错话，就是我们人生中所有的失去、所有的后悔、所有的过错或者所有的破坏，都是在我们入戏的时候产生的。入戏就会产生这些现象，所以这些都是阻挡我们的丰盛，这些都形成阻碍，然后会阻挡丰盛。所以成为观察者其实是很重要。疗愈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回到那个观察的现象而不入戏了，我们就会自然的走向更对齐自己的决定，而会更自然的做出不再破坏自己的行为，所以不阻挡自己，我们的生活自然就会变。观察者的样态就是最高频率的状态。那所有的显化或是吸引力法则，或是什么宇宙法则，你专注什么，你就会成就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剧情里，我们专注是匮乏，你就会得到匮乏；你专注恐惧，你就会创造恐惧；你专注失去，你就会得到那个结果。所以你专注什么，你就会成就什么。这就是一般人讲的显化、吸引力法则、宇宙法则，它像同一个模式。但是在观察者的位置，就是你是安定的，你是安稳的，你是开放，你是不受限的，你是不急的，你是放松的，你是清醒的。那你的能量才会用最高的模式去流动，它是不阻塞的，丰盛就会完全的让你呈现出来。所以不需要去追求丰盛，也不用努力去实现什么东西。努力跟追求都是你的重复的播放，然后形成的那种模式跟思维。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去追求，才能够得到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曾经都在这种努力跟追求的这种剧情中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很多很多遍，多到你的自然的反射、自然的信念都是这样的。就是我需要努力，我需要去追求才能够得到的，不需要去追求丰盛，因为阻挡丰盛的这些东西都会停止运作，就是不入戏的力量，就是不当真。不入戏。如果我们不再掉入那个剧情，我们出本来的自己，这很重要的。剧情里面的我们有的很狭窄，或是很紧绷。那观察者的位置是知道真正的直觉，你会知道真正的行动、真正的方向、真正的创造力，然后真正的自由跟真正的力量，这是回到你本是你自然外露的一个结果。因为课程中我们需要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说法。但最终你会理解到观察者跟角色是合一的。什么叫合一？你举个例子，所以那个光去哪里，影子就会跟着光走，它是合在一起的，它是这个概念。现在讲就是我们不要入戏，不要成为那个角色，是因为课程中可能我的引导可能需要这个渐进式的，但是这中其实是不分开的，就是观察跟角色是一体的，只不过是观察先行，然后角色再去执行观察之后的那个样态，去执行观察后样态的行为。我们以前没有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会被情绪引导，所以我们的角色所行的动作跟结果都会被情绪所绑架。情绪很低潮，我们的行为就会很低潮，很开心，我们的行为就会很快乐，所以随着情绪高低起伏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真的清醒了，我们是一个观察者，你会知道这个都是人生的回放，它只是某种事件的回放而已。而你会知道你是谁，你是那个观察者，然后那个肉身体的角色才会因为你的观察现象而做出符合你观察后的这个行为，就不会再被情绪所绑架。我们在没有成为观察者之前，我们会入戏形成角色，所以那个角色就会被情绪绑定。情绪是什么？然后做出来的角色就会依照情绪的高低起伏而去做出那样子的事件去对应。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的现象，观察者的角色，你是清醒的，你是觉醒的，那你成为这个角色的这个执行者，就会随着你是清醒的样态去做出对你最高最好的一个动作来。它其实是合一的，就像是光跟影子，
它是连在一起，它并不会分离。怎么会知道观察的角色？练习一下，你现在闭上眼睛，然后你就会想着那个让你愤怒的事情，你就想一下。你记得哦，你有想愤怒的事情呢？你在想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莫可奈何、很匮乏？你睁开眼睛，那你跟你自己讲，你刚刚是有看到、想象出那个曾经让你觉得很愤怒的景象，或是那种经历。你在看到的时候，或是你看到那个景象，或是你感觉到的时候，那个看到跟感觉就是进入到角色里了。或是刚刚讲说，你看到你曾经经历莫可奈何的感觉。你刚刚在想的时候，你如果想到说，最近让我很匮乏的现象是什么，或是事件是什么，然后不管你是用感觉到还是你是有画面生成的，那个感觉跟画面生成就是觉察，就是看，就是观看者。但是如果你看了之后，然后你又陷入到那个匮乏的情境中，你就觉得更痛苦或是更匮乏，就进入到那个角色了。什么意思呢？你刚刚有没有用力？就是成为那个观看者有没有用力？你并没有用力哦，就是我们刚刚说你闭上眼睛，然后你去想那个很愤怒的事情，你马上就想到了吗？然后你就会知道，看到那个愤怒的事件或画面，你就在观察它。你成为这个观察者，你有没有很用力成为观察者？你并没有用力成为观察者。就像刚刚让你去想那个匮乏的事情，如果你想到了什么匮乏的事件，生成出那画面或感觉了，有画面没画面都是可以的，你只要不要又进入到那个匮乏的本体，感受到匮乏，就不会成为那个角色。你看你刚刚生成那个匮乏或者生成那个愤怒，是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你看到那个愤怒或看到那个匮乏，你只要有看到或是有感觉到，你就是那个观察者。而你成为那个观察者，你有很用力成为观察者吗？你并没有用力成为观察者哦。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观察者，所以你根本就毫不费力可以成为观察者。我们只是以为成为观察者很难，那都是旧的模式、旧的剧情一直在播放，让我们觉得成为观察者很难。但是我们刚刚不是做一个练习吗？你如果去想象那个愤怒的事件，想象那个匮乏事件，你很快就想到了，或是你很快就生成了。不是你无中生有，是你可能曾经经历了某些事情让你觉得愤怒，你曾经经历了某些事情让你觉得匮乏，你就回想到哪些事情，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或看到那个感觉。那个就在观察了嘛，你只要不要又进入到那个情境中，你感到愤怒；进入到那个情境中，你感到匮乏，你就不会进入到那个角色嘛。所以成为那个观察者，是你本身就是那个观察者，所以你根本就毫不费力成为观察者。只不过太多的族群意识或太多的模式、太多的剧情，让我们成为观察者非常难，需要透过修炼，需要透过努力，需要透过去改命，才能够成为观察者。其实都不需要，你刚刚那个动作，你刚刚有觉察到，你刚刚有看到，就是观察者了。只要不要再持续的从那个情境中掉进去，成为那个角色，你觉得受害或愤怒，你就不是成为那个角色。那对身体的病痛如何去做？那个身体的病痛，它也是不同的重播，有病痛故事剧情，然后我们可能会进入这个生病的这个角色，你会觉得很辛苦。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个能量这个概念，那个病痛是虚幻的，你真的相信你可以观察，就是在扮演这个病痛的是一个扮演的角色，它不是我，这个能量就会跟你没有关系，这个能量就不会跟你震荡，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变健康。自然而然变健康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要把它定向哦。说什么叫不要把它定向？就是有些人认为我只要透过冥想，只要能量的波动我就健康，它是其中一个方式。可是要变健康的方法有 N 百万种，不是我们大脑所想象的那几种。有些人他只会定着在一种，我只要一直想着我是健康的，我就不会被疾病的那个震动所联动，我就真的会健康。前提是你要观察，你是因为害怕疾病、害怕生病而去强迫自己去想象，还是你真的健康的？它是两大的区别。有的孩子让我很头痛，然后作弊到退学偷钱，人怎么办？假设如果你觉得静静看着他搞砸他的人生，就是录戏，录什么戏？就是你其中一个戏就是小孩可能就作弊让你很头痛嘛，这是一个剧情。然后那个小孩是你的练习假人，我上堂课讲了嘛，就是他不是真的现象，它只是一个练习假人。我们的高维的自我会创造很多练习假人、练习的情境、练习的事件，让你误以为人生就是如此，但它实际上不是来毁灭我们，是来帮助我们。每一个练习的假人事件跟现象，它的本质是光与爱。
所以当你理解，你就不会认为我的小孩就好像没办法救了，或者我小孩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让我头痛。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练习家人。什么叫做我们自己创造练习家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小孩的现象是自己创造的，然后家人的生病也是自己创造的，你的伴侣的你们的之间的冲突也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的高我意识为了要让你达到更好的一个成绩，去创造出很多的事件让你去练习。我不是要责难谁，就是你要很清楚，就是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练习家人，而不是我的世界来毁灭我自己。然后当你理解之后，你就不会再入戏，你就不会再去创造很多的练习的家人给你自己去修炼。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不用修炼，是因为认为需要修炼嘛，或是认为需要疗愈，我们才会去就要修炼跟疗愈的现象出现。就好像那个小孩，因为他可能不听话，那你要提升你的修为，创造一个能够让你提升修为的事件出现，或是人出现，那恰恰你创造了一个小孩，而且是你的小孩，来让你提升你的修为。实际上是不用透过这个东西去提升修为，不需要的，你只要去解除掉就可以了。怎么解除？你就跟你自己对话，就是我不需要再透过练习家人去修炼自己，因为我知道我的本质就是一个本质具足的现象，就是它才是我的本质。我不再需要透过任何的模式、任何的修炼、任何的疗愈来去养生自己。因为这些修炼它都是幻象，它并不是真相。真相是你本来就本质具足，只是我们还不相信本质具足，所以才会去创造很多的假人跟练习的现象产生。如何在生活中去落实？因为现实中有很多让路线，所以更要提醒自己。有些人会需要一些过程，就是练习的过程，有些人不需要。然后不管你需不需要，那个都是族群意识，或者那个都是信念。你就跟你自己说，就是我已经脱开这些旧有的思维、旧有的现象，我知道我的本质是本质具足的，就是用对话去取代疗愈，我觉得更有意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在疗愈中，我们以前学的那个疗愈的方法，你就得去探究这个过程，你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什么样的美德。你可能解决了所谓的祖先的事件，或者解决了你前世的这些事件，你好像解决很多困难，但是因为你在探究当下，你会加深了你这一世你的核心层的这种信念。那现在叫核心层，然后当我们不在的时候，现在核心层就是以后的你的下一代所谓的历史层或者是遗传层，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核心遗传历史，没有这种层面的，那只是课程的说法，然后我们把它入戏了，所以以为有那么多层面。那有没有什么7界？实际上也没有7界啊，那也是课程的说法，我们以为有7界，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有没有那种7界，或是有没有那种层面，是在信这个课程论述的人，他才创造这个情境中，才会创造这种模式。那你相信有这些不同的层面，你才会因为你的相信而创造出这些情境，而进入这个情境成为角色。但如果你没有觉得是呢，什么7界、什么层面都跟你无关，它就不会影响你了。有些人他入戏到，我如果没有回到7界，我连造物主都连接不了。那我曾经的我也是这样子嘛，所以我每天冥想，每天回到7界，每天回到光中跟造物主连接嘛。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越这样做，我反而越不连接，越恐惧。就是我天天跟造物主连接，不能说无时无刻，至少每小时都做1-2次。但是我的那个状态并没有大幅度的好转。但是我天天去连接的结果是被恐惧推动的。并不是我真的觉得我是的，所以会有改变，但是它的幅度没那么大。而且你改完之后，你马上又会跳回去更大的现象。因为我当时的我是恐惧所推动的嘛，所以我眼前的那个关卡我过了，但是因为我是恐惧推动的，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要变好的推动者，我就在创造我想要变大的事件让我去体验，我就会创造更大的恐惧让我体验。那些都是还没有清醒的时候的说法，到你清醒之后，你就会觉得这都假的，不需要存在。可以理解，我可以回想事件，但我没有很大的情绪。我可以正视事件，我就是观察者。有几个重点就是，我们成为观察者，不入戏，不代表什么事都不做，我就什么事都不要参与，或是我就什么都不要去涉猎，不是这个概念了。就是观察者是论剧情怎么演，角色怎么变，观察者永远都不会动。观察者知道这个是角色。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是用那个观察的心态在前面，角色会因为你观察的那个样态而样态后
的行为，那才叫真正的醒觉。但是如果我是因为某种样态，我怕我不会变好，所以我强迫自己是一个观察者，那个强迫变成观察者，它也是一种恐惧。那你就会因为你需要强迫变成观察者而入那个戏，所以你产生出来的那个角色的感觉，就是你会一直很努力的成为观察者。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成为观察者不需要努力嘛，一点力量都不用耗费。你就想象你曾经最不好的遭遇，当你在想到那个不好的遭遇，或是你回放那个过去的时候，你在回想，或是你在观看那个曾经的过往，你在回想跟观看曾经的过往，那个就是观察，那就是观察者，你并没有进入嘛。什么叫进入？就是你又回到那个过往，你产生愤怒，你产生恐惧，那个就是入戏。但是你只是回想，或是你回到那个过往看见了，那就是观察。所以观察本身不用用力，成为观察者，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观察之后，你看到那个事件产生，你不再被过往的情绪所波动，你就会做出跟你观察后的那个行为跟想法是一致性的。最终观察者跟角色会合一，观察者跟角色合一是你的思绪是一致性的，跟你的观察的思绪是一致性的，而不是跟那个剧情跟那个情绪是一致性的。不要再被那个剧情所限制，然后你可以做你自己当下要做的事情。当下要做的事情，它是自然而然的呈现，并不是你的期待而呈现，并不是你的希望而呈现，并不是你的计划而呈现，是你本来就知道它已经呈现。即便那个呈现的时间点还没有让你到达，你也要相信它已经呈现，然后你不会有所怀疑，是这样子。当我们是那个观察剧本，角色它有任务的，角色有什么任务？我需要成功，我需要被爱，我需要被别人看，我需要能够有找到自己的价值，我需要安全感，我需要能够疗愈，我需要能够改善改变，这是角色有这些任务要完成。那观察者做一件事，就是观察已经存在的呈现。观察不是冷漠，是清醒。你认同了你是这个角色，所以你才会有痛嘛。当你不认同你这个角色，这个痛就跟你无关。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认同我是这个戏中的角色，我就会被这个戏中的故事的情绪所淹没，我就会有痛感，我就会有失落感，我就会有不被爱的感觉。然后观察者是我知道这个样态，但是我不认同这个角色，我不认同我是他，所以你就不会被这个情绪所限制。但是我刚刚有讲到，最终那个观察者跟角色是合一的，是你一样可能会遇到相同的不好的事件，但因为你不再认同那个戏剧中的角色了，你认同的是你是观察者来的你，这个角色就会扬升，而这个就不会再入戏，他就会做出你是观察者的行为，在你的地球上做出你要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成为被那个戏剧所绑架的角色。所以最终我们那个观察的现象跟角色是合一的，只不过我们的观察者不会再去认同戏中的角色，不再认同他，你就不会被这个戏中的剧情所困住，或是情绪所困住。那我刚刚说的观察跟角色是合一，是你理解你是观察者，你不再被这个戏剧中的情境所困住，然后你知道你是观察者，所以你自然延伸出的角色会以你的观察的现象是一致性，你做出来的行为跟动就不会再入戏，就会做出你当下最好的决定跟最好的事件跟最好的版本去执行。因为我们还是成为肉身体嘛，你就会去做出你当下跟你的那个观察者一致性的想法跟行为，而不再被情绪所困住。对于那些被的人，如何不入戏，情绪上会愤怒会难，是的，肯定会愤怒啊。所以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出现恶人也是我们的练习假人。我还是拿我的例子讲嘛，就是我之前公司被掏空的，他对我来说是极恶之人，掏空者还去做很多黑函，让我的事业几乎就是完全的毁灭。那我非常非常的愤怒跟憎恨那个当下，所以那时候我去接触灵性疗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学习和解原谅，但是那个程度不大。什么和解完之后呢？但是那谁可以原谅我？我找不到我可以被我的股东那种认同感，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假？只因为那个疗愈的现象我必须要这样做，只因为我想要成为我是好人嘛。所以那个和解原谅是很难做到完成的，很难。那后来我是怎么理解的？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像你刚刚说那个被恶人对待的人如何不入戏，就是相信你的世界你是唯一的光，然后你的世界会呈现出千百万不同的人事物在你的世界中，在你的场域中，在你的能量场中出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出现，包括爱你的，包括伤害你的，包括骗你的。
包括对你好的都是。所以不论是扮演好人还是坏人，你的分流的光都是来唤醒你的。我那时候会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是当时那个掏空我的那个 partner， 我的理解是他是在光中，他跟我是一体的。然后我们可能曾经承诺了，我们到这个地球修炼的场域，他可能要扮演伤害我的人，但是他扮演伤害我的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去打倒我，或是为了要去毁灭我，而是扮演那个伤害我的人是为了让我觉醒，看见真正的那个光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把光一分为二嘛，就是黑跟白，善与恶，我们就会去引恶扬善，就是我们希望成为善良的人，我们会排斥恶。但是如果越是这样，力量就回来50%，你没办法拿回全部的力量。但是我后来换了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伤害我的人，他宁可冒着下地狱的风险，都要能够让我唤醒，都要让我能够觉察到。所以也因为这个经历，所以到后来我现在在经营我的事业会更加的谨慎，或是更加的有更多的思维，或是有更多的我以前还没看见的这些观点。以前我在事业管理上，我觉得靠我感觉，那个感觉并不是直觉哦，就是我以前从年轻到创业，我都自己去做业务，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成功的脉络，都是用我曾经的经验带，所以有很多的现象并不是我能够真正去觉察到，或是能够真正停下脚步去看的，所以我都是用我过往去看它，我觉得会过就是会过，我觉得这个会成就会成，中间会有很多的风险或是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可能就会忽略它。但是因为有这个事件的产生，管理上我曾经不看过，曾经忽略的，我会再重复的去反省或省思，去看见那些会让我觉得很麻烦的，或者会让我觉得很繁琐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经历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不会这样看，我可能还是会用我的原来的模式去做管理。可是因为经历过这件事件的时候，会让我的事业体更加的加速，你就会更快速的前进，就不会因为突然有一个空窗，或突然有一个你不想看的东西，你不去看它。所以它其实是来帮助我的，你要这样子看就好了。所以在我的生命中，它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恶人，实际上它是最帮助我的一个光的分流。因为这样理解的，所以就能够完全的和解。我后来做的不是仅原谅，是完全释怀。在这个事件中就没有受害者跟加害者，因为我觉得他当然是扮演不好的角色，但是他是来帮助我的。我以前在管理事业上，我很多我没有被看见的这些盲点，然后因为这个过程我看到了，所以导致后来我现在的经营管理上会比以前更加的稳定或更加的好。那因为我理解之后对他诚心感谢，因为是这个样态，反而我会对过往不会觉得是一种伤害，反而是一种体验，你就不会成为受害者，当然也不会有加害者，就会完全的释怀。就像我上堂课讲到那个佛去折服那个魔，他并没有什么用神通力把它折服掉，没有。在于佛的视角里面，他也是那个成佛的境来，是那个样子嘛，并不是魔的样态。在你的视角里，所有的定义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你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在你的世界成为什么。那我自己是需要一些过程的练习，但是这个也是信念，其实是不需要的，就看你自己的感觉了。当我们不再掉进那个剧情，就会回到本来就是圆满的那个状态。丰盛并不是结果，它是本体的自然的展现，就是到那个观察的样态，你就会自然的放松，你的大行动就会自然的流动，你就不会裹足不前，然后自然的就会向外发展，你就会自然的饱满丰盛。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变好过，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变坏过，我们一直都是那个恒定的光。那事业会自然顺利，并不是因为努力，是因为我们没有阻力了。我们会有阻力，是因为我们太进入很多不同的剧情，然后去演出情绪障碍，所以那些障碍形成我们事业的阻力。当我们回到那个观察者，这些阻力就不存在，不存在你就自然的就出现嘛。所以不是努力而来的。那内在的平静并不是修来或是练来的，是因为不再跳入剧情，跟这个剧情一起滚动，就自然的平静。我们的人生并没有要去改变什么，只要看见就是观察。人生不是问题，是这个角色觉得我们的人生有问题。观察者只是他在看一个故事，他并没有进入到那个角色。我们不用努力变好，因为努力变好是角色的工作，看见角色是观察者的工作，努力变好是角色的行为。我们的动作就是去看见这个角色，而不再成为这个角色，去认同这个角色的剧情中活动。
角色就会做出跟你观察后一致性的行为。那一切痛苦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把人生的录音当成是现场直播，你把它当成是真的，你才会觉得很痛苦。当我们知道这是一段的不同的播放，你就会自然的松开控制。我们其实是很安全的，只不过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或是我们很多回放的记忆，认为是需要很多的维护，其实不需要，因为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啊，只有你允许自己伤害自己。我说的允许自己伤害自己，是你会创造很多的练习假人跟练习事件，去让这些假人跟事件让你沉浸在这种万恶的情绪中去伤害自己。这个都是自己的允许啊，一直到你愿意脱开这种允许，你相信你本来就是本质具足。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早就已经完成了。就像我刚讲，你看剧情电影，它早就已经杀青了，所以要做的只有观看。剧情本身会动，但是你的观察者不会因为剧情而变动。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圆满吗？什么都不做并不是觉察，什么都不做并不是观察，就是不介入不追究，它并不是觉察，并不是观察。真正的觉察不是什么都不做，在做事，你一样在说话，你一样在行动，但是你不会再调回角色，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觉察。就像是我们觉察的是一种情境，但是我们是肉身体，你还是会有行动嘛。但是你不管你在行动、在讲话还是在做事情，你都不会回到角色中。动跟不动都是由你的觉察来去决定，那个才叫真正的自由。不介入、不追究、不干预，它只是一个通往觉察的一个通道而已，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的快速反应，就是你不会那么快的被情绪所波动，你不会那么快的掉入情绪，然后你不会误以为剧情的本身就是你自己，你就会把注意力从这个剧情的内容再拉回到观察者。很多人会以为，那我如果保持安静，或是我不反应，或是我不介入，我是不是就开悟了？其实不是。我们刻意的保持安静，然后刻意的保持不介入，刻意的保持不反应，它是一种的压制，或是某种的退缩，才会让这个现象产生。它不是真正的觉察。真正的觉察是不逃避，也不压制它，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让这个能量流动。而且你只是观察这个能量流过去、流回来，然后真正的觉察是什么？观察者，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正在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样可以行动，一样可以回应，一样可以说话，一样可以拒绝。但是你都知道这些剧情本身我们不参与，它只是呈现出来。我们呈现出这些剧情，然后去看它，但是不成为角色的自己。那你同时又可以去行动，你同时又可以说话，你同时一样可以做决定，你同时一样可以处理事情。但是那个行动的人是随着你的觉察的这个观察者的那个样态而去行为。那我跟你们分享，不要有那迷失。有些人他可能是在受困的人，不要有迷失，就是我要为了要去包装自己，我就是呈现出最美好的那个样态，真的不需要。任何的现象都是自我的投射的镜像。那你就是诚实的去把你去分享出去就可以了，目的也不是为了要去唤醒大家，根本就不需要唤醒，因为每个人都是觉醒的自己，因为本来就不需要透过任何工具去唤醒，都不需要。那我去做课程的推动，或是我去做的，其实都是在讲给我自己听，然后记录我的体验，透过现在这种科技去记录我的体验。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